重生第10章绝望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惊讶地问道，但愣了几秒钟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只见马里欧迅速地拉上背包的拉链，拽住卫星电话便要起身，并没有要解释什么的意思。而这时的我却有些怒上心头，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背包，刚没站直的身子硬是被我又按到了凳子上。怎么，你觉得我是来旅游的吗？我严厉地瞪着马里欧的眼睛道。他的眼睛却避开了我的视线，摇着头道，我们都很清楚，2个人一起去，到了后天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，结局就是没有人能活着回来。与其2个人去送命，倒不如让我1个人去。我早想过了，其实找到赫曼的几率也许很小，我也只是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不后悔而已，没必要。你闭嘴！我厉声道。马里欧话没说完，却被我吓得一怔，这才将视线移到了我的脸上，呆呆地望着我。我道，你这话完全说不通，在我看来你这就是毫无希望的自杀行为，你懂吗？看着他不知所措的神情，我接着道，你也知道明天过后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更不能让你1个人去。结伴同行的效率和安全性远远高于你1个人，尤其是在那种一切都是未知的地方，如果只有你1个人，一旦遇到任何情况，那都是一场灾难。所以我说着立时站起身，拿过背包，对着凳子上的马里欧道，所以我有我的决定权，不论发生什么，我不后悔。马里欧傻傻地望了我几秒钟，才缓缓起身，默默地道，没必要陪我去冒险，没有必要的。但他也看出了我的决心，便不再说些什么。我再次盯住马里欧的眼睛道，我们最好赶在后天上午之前离开 C 岛，到时候不论有没有找到赫曼，都得离开。我希望你理性一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虽没有直说，但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因为马里欧最近有些恍惚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越有可能做出不正确的判断，所以必要的时候强制他也是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这也是我坚持一同前往的重要原因。看到马里欧微微点着头，我才道，事不宜迟，对方在什么地方等我们？就这样，我们顺便带了一些吃的东西，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船只停靠的港口。快到地方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出租车死活不愿意继续行驶，我们只好步行了大约1公里的路程，才算是看到了那艘渔船和它的主人。也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为何出租车不想到这个地方的原因。这一路越走越靠近海边，人也越来越少，我们只能借助手电筒的光亮才能分得清哪里通往哪里，这不禁让我产生一种可能会被打劫的预感。不过好在当晚没有发生这种事情。这看起来是一个临时停靠的码头，只有一艘成色还算可以的渔船亮着灯。正当我们无法确认的时候，黑暗中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眼前。借着些微的光亮，我看得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东南亚人，黝黑的皮肤，身形不算高大，却很壮硕。你们要去 C 岛？对方开口道。是的。你是与我通话的人吗？马里欧问。我看不出对方有任何表情，只是语气冷冷的道，那不重要，钱给我就行了。我立时感到有些不安，正想劝马里欧退后之际，对方接着道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
3万美金！我忍不住惊呼了一声。就在这时，我感到黑暗中又有一个人正向我们缓缓靠近。不用说，一定是他们一伙的人。我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，原以为马里欧也会和我一样不知所措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他却当众拉开了背包，取出了几沓准备好的现金。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身边的这个欧洲人是怎么长这么大的。或许根本没有人告诉过他，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是绝对不该做的。我不禁心头一凉，只好牙关一咬，稳住呼吸，按住了对方正要拿钱的手，冷冷地道：怎么，还没上船就要拿钱？这是什么规矩？对方突然冷笑了一声，我听到2个人互望了一眼后，又说了一句什么。事已至此，我意识到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我向马里欧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走在我的后面，但对方也绝不是善茬。接应的那个人走在最前面，后来出现的人却绕到了马里欧的身后。刚走进船舱的那一刹间，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，我立时捂住了口鼻，转身看了一眼马里欧。而就在这时，那个船主模样的人已经笑着从马里欧的手中接过了厚厚的美钞。我想责问马里欧的行为无异于将自己暴露于虎口，却不禁暗叹为时晚矣。我现在首要做的就是和马里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确保自身的安全。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们既然给了钱，那么就要听从我们的指示。好在船主收下钱也不墨迹，立即发动引擎驶出港口。我站在甲板上感受着风速，心里暗忖，以这个速度到达 C 岛，怕是要天亮了。夜晚的海风吹在脸上，无尽的思绪在脑中接踵而至。我越想越觉得害怕，面对着黑暗无际的大海，一种无底的绝望涌上了心头。为了提高警觉，我和马里欧没有睡着，事实上也没有办法睡。虽然风浪不算太大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根本无法入眠。很快，天空就亮了起来，我已经能看到不远处的一座不小的岛屿，甚至能看到岛上还有一座隆起的山丘。我不禁暗自庆幸，虽然昨晚这2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但好歹守信将我们送到了地方。可是还没有高兴多久，船主突然对我们道：只能到这里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我望着近在咫尺的岛屿，有些发懵的道：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看起来是不远，但那是对于船而言。可他说只能到这里是什么意思？要我们跳下去？只有我的船能送你到这里。1周前有个老头也和你们一样，最后还是自己跳下去，因为再往前就会有触礁的风险。你们这些人想死，我可不会为你们陪葬。他道。没想到这番话让马里欧立时来了劲儿，他抓住船主的衣领道：那个老头现在在哪？这时船上的另一个人闻声赶了过来，我立时扯开了2个人，因为我看到那个人已经亮出了刀子。既然快到了，如果能证明赫曼的确在岛上，那么我们要抓紧时间将他找到，毕竟回程还要靠他们的船。想到这里，我用平和的语气问道：你还记得那老头长什么样吗？船主理了理衣领，恶狠狠地瞪了马里欧一眼，才将1周前老头的样貌大致形容了一遍。也就大约2分钟后，
我和马里欧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没想到我们竟然同赫曼的遭遇一样。当我们确认他口中的老头就是赫曼，马里欧要求他们等到第二天上午接我们回去之际，两个人这才露出了凶狠的獠牙。马里欧拼命地护住自己的背包，却被一刀刺入了手臂，结果还是落入了对方的手里。我见势不妙，只好揽住马里欧的腰腹，一个助跑跳进了海里。就在纵身跃起的前一秒钟，听得身后突然传来啪的一阵声响。